如果说有一个国产的大语言模型，性能堪比 GPT， 完全免费，那么你会去选择吗？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主任的科技屋。在之前的影片里，我们介绍过基于 Llama 2开源模型，再通过 LoRa 微调的 Dr. GPT， 也为大家展示了使用 Palm 2模型的DALL-E 3。这些无一例外都是国外基于 RNN 或是 Transformer 神经网络结构所训练的大语言模型。那么现在，如果说有一个国产的大语言模型，性能堪比 GPT， 而且还经过了大量的中文微调，完全免费、开源、支持本地部署、可商用的，功能上还可以进行对话、写小说、创作音乐，那么你会去选择吗？没错，今天我们就来介绍国产的免费开源大语言模型 RWKV。RWKV 是国内彭博团队开创的，他们的愿景是想成为 AI 领域的 Linux， 所以一直本着开源免费的理念进行发展。RWKV 的重点放在了数据安全和本地部署成本的方向。对比海外的 Llama 和国内的 ChatGRM 模型来讲， RWKV 的资源消耗更少，本地部署的成本也更低。我们先来看一组数据啊，这个是基于所有的大语言模型的一个综合的 rating 排名。在这里我们搜索 RWKV， 可以看到我们的 RWKV 的一个 rating 分在933分左右，排在了一个20名左右的一个位置。然后这里可以看到我们熟悉的一些大语言模型，包括 GPT-4、GPT 3.5， 然后 Llama 2 70B 的模型这个很大啊 ，Llama 2 7B 排在了985分啊，包括DALL-E 3所用的这个 Palm 模型是1002，包括清华开源的这个 ChatGLM， 这个对中文的支持很友好，而 RWKV 呢是比这个清华的这个 ChatGLM 要低2名啊，这样可以看到整个的一个排名还算不错的啊，而且这个排名是每个月都更新啊，现在是23年的10月份的一个最新的排名情况。那么废话这么多，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使用呢？下面我们就去体验一下 RWKV 的表现如何，走起。OK， 首先我们来到它的官网啊，它官网介绍说它的性能表现跟 GPT 类似啊，另外它也支持 7B、14B 的版本，然后也支持 Discord 的社区啊，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看 Discord 的最新动态。所以下面是它支持的一些项目，首先是 RWKV Runner， 这个就是我们待会儿要介绍的，支持跑本地的这个 RWKV 模型的一个 GUI 工具。OK， 然后下面是包括 RWKV 的服务和 RWKV 的 LoRa 微调，大家有需求的话可以按需下载。那么我们今天就去介绍这个 Runner。OK， 点击 Runner 以后呢，我们来到它这个 GitHub 上的网站啊，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介绍。我们直接点击这个右侧这个 Release， 找到我们的一个安装包。这里我试了一下，就是它的 1.48 版本，上周更新的这个版本，现在 Windows 11会有防火墙认证啊，它会把这个安装包给它拦掉。官方的建议你是用这个 1.4.7 这个版本啊，然后点击 Access， 下面有这个 Linux、macOS 和这个 Windows 啊，它都是以安装包的形式直接给咱们打包好了啊，不需要我们记那些命令。很方便啊，可以看到对于 Windows 来讲，它就是让你把下载这个安装包放在一个空目录下啊，并且它会安装一些相关依赖在这个目录下面。对于 macOS 来讲，它也是告诉你需要安装一些依赖环境，包括这个 Python 版本等等啊。然后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你的 Windows 电脑还不支持这个 Python 和 Git 的话，请大家先去下载一下 Python 和 Git 环境啊。OK。这里我们点击这个 EXE， 下载好以后呢，我们把这个安装包直接移到我们这个相应的文件夹下，我们在这里去创建一个新的文件夹就可以了。WKV OK， 然后把它移到我们这个新创建好的这个文件夹下，双击运行。OK， 可以看到运行以后呢，它会默认在我们这个根目录下创建很多文件夹，它左上角也是有一个对于我们的这个显存和我们的内存的一个说明。因为 1.4.8 它Windows 会报一个病毒检测，所以大家可以先用这个 1.4.7 啊，等它修复好以后，大家再更新到最新的版本。OK，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个介绍啊，还有说体量很小，然后一键部署，对于你的显卡怎么去选择对应的模型
啊，等等等等。可以看到它的主要功能是包括聊天和这个小说的写作。因为 RWKV 对于写作这一块呢，它有进行这个 LoRa 微调啊，所以它这个写作能力应该是很好的。可以看到它还支持这个作曲。OK， 首先我们在双击完之后呢，我们先点击这个配置啊。在配置这一栏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基础的信息，让我们把这个 token 拉到最大。OK， 然后这里一定要勾选这个 CUDA 啊，也可以选这个，它说更快嘛。一定要把这个算子加速给它勾选上。OK， 这是对于这个显卡层数可以根据自己的显卡能力啊。然后就是模型的一个下载 ，RWKV 的所有的模型都在模型这一个模块里啊。点击左侧这个模型啊，可以看到它是针对这个不同的体量，它会有不同的模型，根据自己的计算机配置啊。最大的应该是在14G 左右，一个7B 的版本啊。不仅是支持这种普通的这种模型，还有支持专门对于写作微调的模型啊，就是我们这个创作写小说啊。还有作曲的模型啊，如果你不下载这个作曲的模型，它是不能作曲的啊，所以这里需要注意一下，至少要下载2个模型去使用它的功能。这里我们也是选择这个7B 中文增强这个版本啊，点击这个右侧这个下载，就可以在这个下载列表里去看到，而且它这块是支持断点续传的。这里需要注意的就是，如果没有速度的话，我们可以直接复制这个链接到我们的这个网站上。啊，因为它这就是完整的一个下载地址，在网站上我们可以直接去通过这个链接去下载。哎，可以看到14G，因为我这里提前已经下载好了啊，所以这里就不跟大家去演示下载这个过程了啊。如果你需要手动下载的话，需要放在根目录下的这个 Models 文件夹里。OK， 我这里已经下载好了，那我们就给直接移过去。好的，我这里之前提前了下载了是一个7B 中文增强的一个版本，包括一个写作能力的 Nova 的一个 LoRa 微调版本，还有一个是作曲的。下载好模型以后呢，我们继续点击配置，在这个模型这一栏里去更改我们的模型啊。这里可以看到有一个7B 版本 ，OK。这里选择好模型以后呢，我们记得点击保存配置啊，拉满，OK， 保存配置。我们点击任意模块。啊，在右下角有一个 GPU 的选择，这里根据自己的显卡的能力去选择。我这里是8G 的一个显存，所以我需要选择8G 的7B CN 的一个模式。大家可以在任务管理器看到自己的这个显卡的内存情况。OK， 看这里是8G 的一个3070的一个8G 版本。OK， 我们直接点击运行。然后它会提示你有一些依赖，包括这个 Python 啊，我们就点击去下载就 OK 了。它会默认把这个 Python 下载到你这个根目录下。同样的，如果 Python 这块下载的慢的话，大家也可以去复制这个网址放在根目录下就 OK 了。当 Python 安装完之后呢，我们点击运行啊，它会报一个 Python 的依赖包缺少，我们再次点击安装啊，它会在这个根目录下。将这些依赖包文件去逐个去安装，它这里已经用到了我们这个国内的镜像源啊，所以它这个下载速度还是可以的。OK， 下载完依赖环境之后，我们点击右下角的运行啊，可以看到它正在读取模型。运行好以后呢，它会有一个启动完成这样一个标识，然后我们也可以到我们的浏览器窗口，它默认是8000的一个端口号，我们可以找到这个 Docs 这个页面啊，有 Docs 这个页面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证明它是已经启动成功了。OK， 在聊天这个窗口里，我们可以随时跟它进行一个对话。我这里也是直接让它去帮我们介绍一下 IN 和 Transformer 的一个区别啊。我又问了它一下 LRM 是什么啊，它每在这个生成的时候，可以听到我这个显卡在转啊。然后 GPT 对于 LRM， 如果我没有用这个联网的这个插件的话，它会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而这个 RWKV 呢，它会准确的给我输出出来，还是某些方面还是训练的不错啊。然后我们点击这个预设，可以设置它这个一个聊天的一个角色，包括头像啊、描述啊等等之类的。然后接下来是它的一个写作能力啊。对于默认的模型，它也是可以去支持输出的。OK， 可以看到它这个输出的速度还是很快的。但是默认这个模型是没有经过这个写作的 LoRa 微调的
所以我们可以下载专门的这个经过 LoRa 微调的这个模型，再去进行写作啊。怎么操作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模型里去选择一个写作的模型啊，点击下载，下载好以后呢，我们可以在这个配置里去变更啊。我这里已经下载好了 Novo 啊，这个 Novo 就是这个写作的模型，然后点击保存配置，然后先需要停止这个模型。之后呢，我们再次点击右下角的这个运行 ，OK， 它就会以这个你所配置的这个写作模型去加载。这个过程是根据你的这个模型体量来去看的。OK， 启动完成之后呢，它直接告诉你，点击续写，然后我们把这个最大响应给它拉大。然后这里的每一个参数啊，可以看到在鼠标悬停的时候会告诉你具体的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一些写作的一些这个参数可以调节。OK， 点击生成，可以看到它的用了专门写作的模型之后呢，它对于文案的输出，它会更加的有文采，输出的内容更多了一些。OK， 这就是一个写作的过程。它这个写作的过程呢，它是支持续写的啊，所以我们可以任意的输入。比如说你在创作一个小说的时候，你给它一个标题，给它一个前面第一章的内容，或者是你能想到的一些场景，它就会帮你继续持续的去创造啊。然后接下来介绍它的第3个功能，就是这个作曲啊。它的作曲也是需要专门的这个模型啊。然后我们也是在这个模型列表里可以看到它有这个作曲的这个模型啊。它分为这个一个120兆的和一个560兆的啊。那就选这个就 OK。然后我这里已经下载好了，还是点击配置，然后切换到我们的作曲的一个模型，然后保存，然后重新运行我们的模型。这个作曲的这个模型的体量比较小啊，所以它会很快的就加载出来了。OK， 点击作曲，然后把这个响应拉大，然后这是一些参数我们不变。OK， 然后直接点击生成看，可以看到它输出的全是作曲的这个一个作曲的每一个元素节点啊。这个不太懂啊。如果有专门作曲的人可能会看得懂啊，然后它也可以支持你随时停止的时候，它会给你生成以当前的这些体量的一个音频文件。OK， 然后我们可以播放听一听，然后我们让它继续去生成，然后随时停止，发现它变成你生成的内容越多，它这个曲子就越长。OK， 这是它的一个作曲，然后它还支持这个本地这个音色啊，你需要把你本地的音色放在这个对应的 Access SoundFont 这个文件夹下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在这个 Access SoundFont， 你需要把你的本地的音色放在这儿啊。然后 RWKV 还有一个点就是可以看它的介绍，他说它提供了与 OpenAI API 完全兼容的接口，所以也就意味着我们所有的 ChatGPT 的这种客户端或者插件，我们都可以用作成这个 RWKV 的客户端。那么当你在本地部署了 RWKV 以后呢，我们可以在这种 ChatGPT 的这种模块，可以去把它这个 API 地址填到我们这个对应的这个8000端口下啊。这个默认是这个 api.openai.com 的那个，就是 OpenAI 的这个 API 地址啊。然后我们把它修改成我们自己的这个 RWKV 的本地地址。然后可以试一下，我们可以试一下。这里报错了，然后我们看一下具体的终端的命令的问题是因为咱们这个是一个 Music RWKV 这个模型啊，刚才忘记切换了，所以大家记得需要切换，点击这个，然后保存配置，停止再运行。OK， 运行成功以后，我们再次来到这个地方去试一下。等待响应，看到它已经可以输出了，而且每次这个敲字的时候，输出这个文案的时候，伴随着我这个 GPU 显卡的声音啊。然后我们可以多问一些问题，看看跟它这里有什么区别啊。基本上是一样的啊。它这里的显示可以不用管，因为它连接的是我们本地的一个模型嘛。它不是 ChatGPT 啊，它其实是 RWKV 啊。这个插件也是这个作者所推出的产品啊。那我们在插件中心搜索 ChatGPT Box 啊，就是这个，我们可以把这个安装到本地啊。
然后 RWKV 不只是这个开源免费的一个大语言模型啊，而且它还支持我们进行 LoRa 微调啊，在这个 GUI 工具里，它都已经帮我们建立好页面了。然后这个地方，需要我们用到这个库了啊。感兴趣的小伙伴啊，对这方面有研究的话，可以通过这个 LoRa for RWKV 啊，在这个地方去把 LoRa 模型去输入到这里啊，然后我们进行合并啊，这是一个 LoRa 微调的一个界面。OK。好的，对于 RWKV 的介绍就这么多。作为我们国人制作的大语言模型，对于中文的支持、开源、一键部署、完全免费，这绝对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并且它对于小说、故事的创作是经过 LoRa 微调过的，效果还不错。还支持创造音乐，所以有这方面需求的小伙伴可以去试一试。但是 RWKV 就目前而言还不支持对于图片的生成，我们可以期待一下它的后续。好的，本期内容如果对你有帮助的话，辛苦点赞、订阅支持一下。那么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儿了。如果有什么问题或感兴趣的话题，可以在评论区讨论。那么我们下期不见不散。